当身体出现疾病，要花5万、10万、30万，嘿呀，爱开大条钱的时阵哦，你才会发现，平常好好养生真的就小哦。胡乃文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没有病，全身不舒服，你有这种情况吗？失眠、胸闷、疲倦、肩颈僵硬、酸痛、头痛、头晕、胃酸、胃痛啊，下面也安眠药、止疼药吃不停，整天昏昏沉沉的，被人家说2句就暴跳如雷，心烦，好阿杂哦，规身躯拢是病，真嗨喽！去医院检查，嘿，医生竟然说没有病，指数都很正常。连隔壁的阿伯伊都跟你妈妈讲，是爱去做解不？原来是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到，难怪你的病一直不好喽。我们现在的人讲的自律神经失调啊，常常都是在讲他精神上的一个失调的状况，是精神上呢常常忧郁啊、紧张啊、烦恼啊，所以他睡不着觉了。于是去医院看病，医院医生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没那个时间跟你讲，你这是要改善你的生活状况，而是说你这叫自律神经失调了，其实是心理状况引起了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律神经啊，其实是有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这2个系统呢，它们互相之间，你知道吗？是一种这样子的关系，是互相拮抗的，也互相支援的。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工作比较多一点，让我们有活力啊，有精力啊去处理事情。等到夜晚来临的时候呢，副交感神经就要开始打卡上班。那他打卡上班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啊，他说：“你也跟我一起上班哈。就是当我打盹的时候太厉害了的话，连危险来了都不知道，你得要帮忙，要来还是要坐镇。只不过他们2个像跷跷板一样，这个高了，这个就低了，这个低了，这个高了。可是有的时候，当他们发生一些不对的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自律神经不协调或者自律神经失调，就这样啊。情绪其实很有事。自律神经它的失调啊，跟情绪关系很大。我们要了解啊，心情会影响自律神经和免疫系统的协调，你知道吗？我所了解的就是心情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也会影响到心情，它们2个是互相影响的。那么交感神经亢奋的时候，心跳会加快，周边血管收缩，以至于血压增高，肠胃功能呢就相反的变得比较低下，比较不能够太好的运作，肠胃系统软动变得慢了的时候，人就会胀气呀、便秘呀。好，而副交感神经假如它亢奋的时候呢，肠胃系统活动就开始增加，消化功能变得旺盛。那这个时候呢，周边血管舒缓，而心跳变得缓慢，血压也跟着降低，这就是交感跟副交感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使得自律神经不失调，就是要让心情变得比较正常的好。心情变好的话呢，自律神经不失调，结果免疫系统当然就不失调，以至于整个人就处在一种不生病的状况之下。少吹冷气，4招搞定失调症。自律神经这样平衡，找回自己的快乐。保持自律神经的平衡，防止美好的生活走钟。规律的生活和养生呢，那才不是老人家在过的生活呢。养生不是改变你的生活，而是防止你美好的生活被改变。有些事啊，你做不到不会扣分，但是你做到了就会狂加分。来，我们看看，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要记得哦，提醒自己休息，随时该休息就要休息。以前我自己啊，在看诊的时候，只要一坐下，连上厕所的时间就没有了。到现在也都差不多啊。现在呢，我就想到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去上厕所，但是呢，假如有机会就跑去上个厕所啦，或者是去倒杯茶呀，这样子让我的身体啊，让我的心呢，都立刻的休息一下。这样子的话呢，随时舒压，精神就好。不要太依赖冷气，流汗是自律神经所控制着的。现代人长期依赖空调，身体调节体温的功能就越来越弱，这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原因之一。所以，假如说你在冷气间里头待得太久了，我告诉你，还是到外头去走一走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啦，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啊，流点汗啦，其实对于调节自律神经还是好事。
正念思考，你一定要经常看胡乃文开讲，看胡医师不只是讲健康，也讲精神和家庭的话题。再来，规律运动，快走啊、慢跑啊、散步啊，还有静坐啊，这些都是可以放松舒压的技巧。中医调理心情有一套。中医其实早早的就有所谓的解决心情的方法，例如，你看在比较早期的，像张仲景时代的，有甘麦大枣汤、百合汤之类的。那可后世呢，有逍遥散、有天王补心丹等等，都能够解决心情的问题。那假如说你的七情，刚刚讲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呢，它都不过度的话，就是有比较好的情绪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也就是五脏呢就会觉得开心。那假如情绪在良性循环当中，也就是在照顾你的这个五脏系统了，照顾你的肝心脾肺肾的系统了，你知道吗？当你喜怒忧思等等过分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喜过度了就会伤心假如喜不过度呢，就不伤心，心不伤就不会过喜。当然，这个怒过度了就会伤肝，肝要是伤到了呢，就会发怒，也就是它是恶性循环下去。所以呢，怒不过度，那么就不会伤到肝，肝不伤就不会发怒，就是这样的。悲伤啦，还有就是其他的思虑等等，这些都是一样。那么，假如说讲过度的时候呢，喜伤心，怒伤肝，忧思伤脾，而悲伤肺，还有惊恐就伤肾。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话，请你记住，永远都不过度，七情永远都不过度，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都不要过度，否则的话，五脏六腑被伤了，这个人的病就容易发生了。喝咖啡会自律神经失调。除了情绪以外呢，有些食物，例如咖啡、酒、槟榔，这过量了都能使自律神经失调。喝酒或喝咖啡，你知道吗？喝这少量的会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少量的它会引起脑里头有一种神经分泌物质叫做多巴胺它会分泌的增多，人就会觉得比较快乐。我强调的就是少量但如果过量的话，就会使自律神经失调了。说到咖啡呢，其实我也很喜欢喝咖啡有一种幸福感。可是现在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非常的多。你看台湾到处都是咖啡连锁店，连便利商店都能够买到咖啡了。我来讲一下咖啡对身体的影响。咖啡是交感神经亢奋物质，所以呢，它会影响交感神经、肾上腺素，而且喝了咖啡以后呢，心跳变快，小便增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会使得脑下垂体后叶的 ADH 分泌比较减少了，以至于肾脏的再吸收的功能变少了，因此呢，就会小便多。那血管收缩，血压就会增高了。肾上腺素它要是分泌的多了的话，也会影响到免疫能力改变。所以记得喝咖啡要适量，适量就使人快乐；过量呢就使人造成身体的负担。全身不对劲，原来是槟榔惹的祸。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槟榔，槟榔你知道吗？它是会使得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一起亢奋。交感神经的分泌物质就是所谓的肾上腺素，而副交感神经的分泌物质呢叫做乙酰胆素。这两个东西同时分泌都旺盛的时候，你看眼睛受到影响，心脏受到影响，肠胃受到影响，所有的这些都影响，互相之间呢没有一种交感跟副交感之间的一种拮抗支援的这种情况，而且呢，他就不会去踩刹车，说，你交感神经过度亢奋了，要踩刹车，他没办法踩刹车，因为他怎么样，他一起亢奋，结果呢，就觉得小便啦、心脏啦、身体发热、血压高等等什么都出来了。因此呢，爱吃槟榔的人，请你注意，还是少吃，或者是试着把槟榔戒掉，这样对身体的健康才是负责任的哦。一朵花逆转自律神经失调。一朵花自律神经失调有救了，到底是哪一种花？来呀，我解答给你听，是百合花。那么我们在用百合治病的时候，是用百合的根中医治百合病呢，其实那个百合病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病。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你要认真听哦，你要认真的听哦，因为保证你会睡着，是不是？连药都不用吃了，已经把你的失眠治好了啊！听完睡着了不要紧，醒来第一件事情，记得我的话，再听一遍，继续睡着，那就有效。你看好，东汉时期，也就是离现在1-2千年前啊，张仲景就已经知道治我们现在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这种毛病了，他都称之为百合病。百合花它非常有趣啊，百合花一个地头生出好多花的状态，一地多花，所有的病都是同一个源头的意思。张仲景啊，他在《金匮要略》就已经提到，百合病它是想要睡不能睡，好疲倦了，想要睡，可是呢睡不着。你看，想要睡，好疲倦，副交感神经亢奋，但是呢睡不着，交感神经亢奋，这不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不协调了吗？好，再来，他说想要走又不能走，所以想要走，也就是说身体这个一直想要动，想要走动啊，但是想要走动呢，交感神经亢奋，可是呢又不能走，副交感神经亢奋，会懒的了。还有看到吃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觉得好好吃的样子，哇，就好想吃哦，这副交感神经亢奋了，为什么？胃肠开始分泌啦，就觉得饿啦，想要吃。可是看到美食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搞的？闻到食物的那个味道都不高兴，都不喜欢，根本不想吃。那这个呢，就是交感神经亢奋的状况了。根据不同的状况呢，都可以用百合诸方，也就各种不同的百合方来治疗。每个症状都有对待的药方子，就看药方的名字，大概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他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以至于不能吃东西了。他本来是一个很爱吃的人，结果他不吃了。儿女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医生看，所有的医生都看过了嘛，都不能治。结果找到我，那我就想，这不就是刚好百合鸡子黄汤可以治疗吗？结果就用百合鸡子黄汤，好简单啊，百合煮一锅，然后呢，那个水拿来把鸡蛋黄打进去，散一散，变成鸡蛋黄汤。那这样子的话，吃了这就好。今天的内容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记得按订阅，并且加小铃铛。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IG 跟 Podcast 频道。谢谢大家，拜拜。